我是妖妃。亡国那日，敌军将军押着我上了断头台，结果要行刑时面纱掉了，刽子手当场看呆。刀落下时，我毫发未伤，他反而砍到了自己的脚。小将军打算亲自动手，却在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红了脸。被嫁给那个狗皇帝，他一个小女娘何错之有啊？要我看啊，罚他2天不许喝蜂蜜水算了。众人无奈，只好将我送去了最不近女色、铁面无私的帝师那里。杀了！帝师隔着帘子冷冷出声，见众人面面相觑，就是不动手。他放下手中的书卷，提着剑掀开了帘子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传闻中不近女色的帝师呼吸一滞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爹燕城是京城第一美男子，当年进京赶考，无数贵女拜倒在他的皮囊之下。可惜他空有一副皮囊，其实是个草包。连着2次科考落榜，他顺势而为，入赘了户部侍郎家吃软饭。我娘燕静和则是京城第一女采花贼，路过之处，所有美男都被他撩了个遍。自打我出生起，我祖父就直呼燕家完了，因为我继承了我爹爹的草包脑袋和我娘亲的色。抓周那天就抓了我爹的脸。教书先生不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，我就啼哭不止，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好不容易磕磕绊绊背下来一首诗，第2天吃顿早饭就忘了。祖父逼我跪在祠堂，问我知道错了没。我咬着手指，用力点头。知道了，下次偷吃烤鸭，给祖父也留半只。这件事的结果就是我被暴打一顿，丢出了祠堂。爹爹捏着我的小手，给我上药。我想起祖父说，空有美貌是最无用的事。娘亲，这是真的吗？放屁！娘亲一身劲装，她原地挥了一下鞭子。美貌，那当然是最重要的事。正如我爹娘期盼的那样，我越长大越出挑。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头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胜于爹爹当年。光是为了我一张脸求娶的人家就踏破了门槛。我越是出名，祖父反而越是忧愁。他看着为了抢一个桃子而上蹿下跳的我们，愁得摇了摇头。3个人凑不出一个脑子。祖父想要辞官，带着我们3个回乡下庄子避世。没想到的是，比他辞官折子更快的是一道圣旨。被送进宫前，祖父抓着我的手，像是老了10岁。我才17，可皇帝已经67了。祖父暗暗骂了一句：老不死的皇帝，肖想到我孙女头上了。结果一语成谶，我进宫那日还没见到老皇帝，就听见了敌国突袭的消息。随之而来的是皇帝驾崩，亡国了。乱世背锅的总是女人，我被莫名冠上了妖妃的名头，人人都想要我的命。我只好戴上面纱，在偌大的宫殿内东躲西藏，最后还是被敌国将士找到，送上了断头台。人总有一死。大难临头之际，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害怕，而是呜，这刽子手5大3粗的长那么丑，等会做噩梦了怎么办？鬼魂还会做噩梦吗？还没胡思乱想出个所以然，刽子手猛地一口酒喷在了大刀上。就在大刀要落下的刹那，不知从何吹来一阵风，掀飞了我的面纱。嗷呜！刽子手的刀落下，却偏了，砍到了自己的脚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注意到了动静，朝这里走来。回将军，卑职看这位姑娘长得白白净净，气质出尘，绝不可能是妖妃啊！莫要伤及无辜啊，将军！一派胡言！让开，我来！小将军和我对视上的那一刻，目光清澈了许多，握着刀柄的手也松了。来给姑娘松绑！被嫁给那个狗皇帝，她一个小女娘何错之有啊？要我看啊，罚她2天不许喝蜂蜜水算了。被人从断头台上带下来，我还分到了一套衣裳，一顶小小的营帐。每天吃着干净的饭菜，喝着甜甜的蜂蜜水。躺在床上时，我想，祖父错了，美貌果然就是最重要的事。就因为一张皮囊。营帐外，几位将士又吵了起来。我掰着手指数3次后，会有一个凶神恶煞的陌生男人提着刀闯进来。再数3次，他就会目光呆滞，神情恍惚地走出去。确实好看啊，她这么漂亮，
怎么可能是妖妃呢？她的脸色这么苍白，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罪过，明天我去讨要些蜂蜜来，继续让她喝蜂蜜水。在敌国营帐的这段时日，我分毫未伤，反而吃的衣裳都紧了。不过这天似乎与寻常不同，外面安静的可怕。我悄悄掀开帘子的一角望去，无数盔甲中，一袭青衣格外醒目。那日救下我的小将军，恭恭敬敬地朝那人行礼。帝师，这天晚上的饭菜丰盛的可怕，堪称国宴。我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，始终不敢动筷子，怀疑是断头饭。终于，我拦下一名送菜的将士，他抬头看见我的脸，先是恍惚了一瞬，随即涌上来的满是同情和惋惜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将士四下看了一圈，小声说：“楚帝师来了，大昭帝师楚云鹤。”我上次听说这个名字，还是在祖父口中。那时我坚信，光是靠着我这张脸，想要什么都会有人双手奉上。但祖父摇了摇头，有一个人不近女色，堪称铁面无私。大昭皇帝曾网罗天下美人，送去帝师楚云鹤府上，都被一一丢了出来，一个不留。在这种人面前，你的美貌没有任何用处，本着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当晚我猛猛吃了2大碗。第二天，我是被营帐外的声音吵醒的。妖妃留不得，杀了。帝师，北萧王国，说到底和那妖妃也没什么关系。对啊，帝师，妖妃看着简单，没什么心眼，左不过是个刚被送进宫的可怜姑娘，不如我们就此放了她。荒唐！一声呵斥后，营帐外再没人敢开口。透过掀起的那一角，我看见楚云鹤将手中的书卷丢在一旁，他抽出了旁边将士的佩剑。既然你们舍不得动手，那就由我来。帘子被楚云鹤彻底掀开，他提着那把杀气腾腾的利剑，抬眸朝我看来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刹，传闻中不近女色的帝师呼吸一滞。不光是楚云鹤停下了动作，我也怔住了。这个在祖父口中堪比阎罗的大昭帝师，居然长了这么出挑的脸，配上他那一袭青衣，如同林间常青的暴桀君，长那么大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和我爹那张脸不相上下。看见他的一瞬间，我差点想学我娘吹一声流氓哨，最后生生憋住了。要不的，我看向楚云鹤手中的长剑，整个人哆嗦了一下，自己的小命还在人家手里呢。虽然祖父总叹息我不够聪明，但这种生死关头，我还是有点分寸的。有点分寸，但不多。我在心里默默许愿，等会儿来接我的黑白无常能长一张和帝师相媲美的脸。帝师不要！几个将士冲了进来，将我小小的营帐挤得密不透风。他们纷纷跪在地上替我求情。那西秦狗皇帝死的时候，妖妃才刚进宫，西秦王国和妖妃绝对没有干系啊。妖妃在我们军营中处处谨慎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帝师莫要为难她一个弱女子了。是啊，从前妖妃一顿只吃3碗饭，在营帐中久了，食不下咽，如今一顿只敢吃2碗，都饿瘦了。以泪洗面，我吗？食不下咽，这也是我吗？我偷偷吸了一下小肚子。楚云鹤收回落在我身上的视线，他神色晦暗不明，斜睨了眼跪倒在地上的众人。然后我看见几位将士不约而同地颤抖了一下，有人双手捧着献上一把匕首。帝师，卑职的这把匕首刚磨过，比较快。另一个人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帝师，等会儿杀妖妃时从这里下手，动作快些，他就会少些痛楚。不是啊，你们刚刚还不是这样说的。我看着那把闪着寒光的匕首，鼻子一酸，啪嗒，一滴泪就落了下来。报！帝师，有人在大岭山附近发现了西秦余孽。楚云鹤将那把长剑收回了剑鞘中，此事在意。说完，他大步朝着营帐外走去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脱力跌坐在地上。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正微微发颤，我可能要死了。躺在床上，我心灰意冷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和祖父、爹爹还有娘亲告别，哭了半宿。我爬起来，借着烛火给家人写家书。我可能此生都无法走出大昭营帐了，希望这封家书能替我回到家人身边。断断续续，
这封家书写了3天，我把自己都写哭了，顺便也多吃了3天断头饭，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顿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逮到机会，叫住了送饭菜的那个小兵。一开始他还不愿帮我送家书，后来可能是被我家书上的内容感动了，也可能是看在我这张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倾国倾城、天生丽质我见犹怜的脸上，他还是答应帮我将这封家书送出去。我含泪目送着他离开，永别了我最爱的家人们。结果一炷香不到，我和那个小兵被齐齐押着带到了楚云鹤的营帐。营帐内烛火跃动，没有一个人敢出声。小兵满脸惊恐，跪倒在地，抖得像筛糠。而我那一沓厚厚的家书落在了帝师手上。楚云鹤哪里都好看，就连手也是，白皙修长，拿着书卷的样子好看，拿着长剑的样子也好看。可惜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。替妖妃送信，你该当何罪？那小兵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楚云鹤是怕我知道了军情，借家书传了出去。几位坐着的将士也神色难看。直到楚云鹤拆了那封家书，他眉心微微蹙了一下，然后快速扫过第2章、第3章。有个急性子的将军没忍住，捡了一张回来开始读。祖佑、多多、娘姓，回这次是真的回不来了，尔们要待重身体，好好吃饭。什么跟什么？将军不信邪，他又拿起了第2、3章。回儿在地下也会想尔们的，尔们一定要给我绕很多很多金银珠宝，还要绕很多美男子。一般的美男子回儿看不上，回儿要楚云鸟那样的，特附画像一张。那张画像一被举起来，整个营帐内安静的可怕。几位将士默默挪开视线。噗嗤，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笑出了声，其他几人憋得脸色涨红，眼含热泪。我要闹了，我这么情真意切的家书，这么寥寥几笔就画出神韵的画像，他们居然嘲笑我。有个胆子大的将军举起那张画像，笑着问我，妖妃，在你眼里我们帝师和丁老头一个样啊？好吧，确实有那么一点潦草，我承认只有一点点。这件事的处置结果就是无人伤亡。几位将领哪来的回哪去了，帮我送信的小兵则被罚了半月俸禄。没人让我走，我不敢动。我在下面跪的腿都麻了，楚云鹤才大发慈悲，叫我起来，过来。他的桌面上除了书卷就是折子，人好看，字也好看，简直就是字如其人，颇具风骨。我磨磨蹭蹭的过去，看着自己歪歪斜斜，像是几条蜈蚣爬过的字，再看看楚云鹤那工整的行书，对比强烈，有点崩溃了。一定是之前那个教书先生长得太丑，我才不愿意好好练字。他拿起我的那封家书，写的什么？念一遍给我听。祖父、爹爹、娘亲，回儿这次是真的回不来了，你们要保重身体，好好吃饭。回儿在地下也会想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给我烧很多很多金银珠宝，还要烧很多美男子。一般的美男子回儿看不上，回儿要楚云鹤那样的，特附画像一张。我老老实实的念完，看着楚云鹤圈出几个字来。这些都不会写吗？我歪头，哪里不对吗？很难形容楚云鹤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。他执笔的手顿了一下，将正确的字写在了我的错别字下面，然后将笔递给我，你来写一遍。不是吧，人都快死了，还要读书啊？我两眼一黑，还是认真写完了。但楚云鹤的鹤字太难写了，一连写了好几遍，都是歪歪扭扭的。楚云鹤不厌其烦地教了我第2遍，直到我磕磕绊绊写下来，他才满意。放我离开前，帝师收走了我那封丑陋的家书，明日继续来练字。好消息，我可能暂时不用死了。坏消息，我得天天去楚云鹤的营帐里练字。这是敌军营帐，谁在这里读书？一连练了5日，楚云鹤欲言又止，最后他没忍住，委婉地问我，燕家有为你请启蒙先生吗？当然有啊，先生还总是夸我，他说我天生就不是块读书的料。我得意地扬了一下头，说明我不用读书就能这般聪明。楚云鹤挪开了视线，到底没再说什么。一天有5个时辰都待在楚云鹤的营帐，
不可避免地会遇上谈论军情的将军。有些并非机密的，楚云鹤从不避着我。不过有些时候，我会被客气地请出营帐。我蹲在营帐外，捡了一根小木棍，写自己的名字。由于太认真，连楚云鹤出来了也不知道。燕双回是天下第一美人。楚云鹤居高临下地读出了那行字。我心虚地用脚抹平了。毕竟天下这么大，未必没有比我更漂亮的。西秦第一美人非我莫属，可如今西秦都亡国了。楚云鹤倒是没有否认这句话，他只是说，这个回字还是没写好，回去继续练。这一练就练到了用晚膳的时辰。我的晚膳也被人端了过来。原本以为楚云鹤在这营帐里最大，他一定吃上了满汉全席。我悄悄抬头看了一眼，居然只有一碗白菜豆腐汤和一小碗稀粥。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楚云鹤抬眸，营帐内有这样的伙食，已经不错了。听说西秦虽已亡国，但有些残部和民间起义的不在少数。最近楚云鹤总是很忙，我被请出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伙食逐渐变差了，连蜂蜜水都没了踪影。我趴在桌上，生无可恋，好想喝甜甜的蜂蜜水。日子都这么苦了，总要给我来点甜头。转机出现在隔壁南蜀使者造访那天，我照例被请了出去，偷偷和外面的小兵聊天。小兵一看见我就红脸，好在次数多了，现在逐渐适应了。南蜀来做什么？小兵也不知道，他挠头。俺听俺娘说，南蜀的山里熊多的嘞，他们那边的蜂蜜甜的嘞。这句话直接让我一晚上没睡着，梦里都在和熊抢蜂蜜吃，结果两眼一睁，又只能喝白粥，吃完一整天都没劲。我恹恹地走进了楚云鹤的营帐，我常坐的那张桌上，赫然出现了一小罐蜂蜜。南蜀使者送来的，我不喜欢，你拿去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我眼前一亮。帝师除了好为人师，见不得别人自丑，完全没有其他缺点。我抱着蜂蜜，歪头看楚云鹤，谢过帝师。楚云鹤错开目光，很轻地应了一声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帝师的耳尖泛红了。我抱着蜂蜜回了自己的帐子。一连数日，楚云鹤都没派人来唤我。听说最近军务繁忙，我乐得自在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好不快活。直到一直给我送饭的小兵吃坏了肚子，换了个陌生的给我送饭。燕小姐，那人欲言又止。前些日子我出营采买，听说了你祖父燕侍郎的消息。你被带进大昭营帐后，燕侍郎日日以泪洗面，如今重病不起，只剩一口气了。我猛地站了起来，整颗心像是被人紧紧攥住，连带着呼吸都困难了起来。虽然我总怪祖父对我严苛，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的。我娘亲爹爹在祖父眼里都算不上聪明，所以祖父一把年纪了，还总是为我们筹谋。我被选进宫前，祖父已经打算告老还乡，带着我们三个远离是非之地了。现下我出不了军营，只能去找楚云鹤，却被告知楚云鹤不在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回在营帐里绕着走了几圈后，我想到了那个将我从断头台上救下的小将军，他能帮我第一次，也能帮我第二次。我压下心底的躁动和不安，奇迹般的冷静了下来。坐在铜镜前，我将散乱的发髻重新梳好，留下一纸书信，直奔小将军而去。小将军听闻我的来意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不可能，我不能放你走。我抓着他的衣角，一个字都没说，只是用那双噙着泪的眼睛看着他。小将军心软了，他没有放我走，而是趁着夜色带着我偷偷出了军营。不论那消息是真是假，你都只能远远看一眼你的祖父，看完后必须跟我回来。我也知道，那则消息来的实在是太巧了，恰好楚云鹤不在，恰好击中我最害怕的那一点。先生为我启蒙时，那些个诗词名篇，我听着听着就会睡过去，唯有一篇陈情表，里面一句话我记忆犹新：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我的祖父对我而言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他从不嫌我蠢笨，而是为我费心费力，铺好接下来的路。小将军的马停在了村庄前，在这里歇2个时辰，
很快就到了。我裹紧了衣裳，忍住泪意。好。话音刚落，地动山摇，一小支兵马举着火把，将我们团团围在了其中。小将军抽出长剑，警惕地将我护在了身后。有人一袭青衣，破开人群，缓缓停在了我们面前。我抬眸，火光中，楚云鹤眼神冰冷，没人敢求饶。小将军被压着跪倒在地，足足受了50鞭。我被关在自己的营帐里，听着外面破风的长鞭声，浑身发冷。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祖父说的那句话，在楚云鹤面前，我的美貌没有任何用处。不管如何求情，楚云鹤始终都不松口。小将军被人押走时，地上还留下了一滩暗红色的血，触目惊心。我的待遇一落千丈，没有蜂蜜水了，每天只能白粥配咸菜，还被逼着抄书。祖父的情况我不得而知，整个人消瘦得厉害。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儿时的院子，我非要爬桃树，摔下来时祖父当了肉垫，把腿给摔折了。这些天整日都在下雨，祖父的腿还疼吗？爹爹和娘亲能照顾好祖父吗？我食不下咽，肉眼可见的消瘦了。就在我抵着桌子，想着要不给自己脑门上撞个包，来个苦肉计之时，晚膳多了一道红烧肉，色泽鲜亮，芳香扑鼻。我慢吞吞地挪过去，怀疑里面下毒了，扒拉了2口白粥，感觉自己的目光已经定在了这碗红烧肉上。不管了，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咬下第1口，我就发现这碗红烧肉不一般。大昭的军营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厨子。红烧肉色香味俱全，肥而不腻，我一口气吃了半碗。生怕睡着的时候有人来把碗收走，我默默将剩下半碗藏在了书桌下。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办法。结果第2天，除了白粥，还有一碗鱼香茄子，一看就是出自同一个厨师之手。我一边埋头苦吃，一边不忘问送饭菜的小兵：营帐里新来了个厨子吗？小兵神色复杂，他摇头，这些都是帝师做的。看来大昭要撑不住了，连饭都没人做，还要楚云鹤这个老大亲自给将士们做饭。虽然不知道他一直把我拘在军营里做什么，但倘若我想见祖父，还是要他首肯。对我看守放松的那天，我费尽心思给楚云鹤准备了一件礼物，托人送去。这啥？将军仔细检查后，茫然地看向我。多长了2根头发的丁老头吗？气得我转身就走。我的画技堪忧，自又拿不出手，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伙房。做几道山珍海味对我来说不是轻轻松松，连着送了3天饭菜给楚云鹤。我想他这下总被我感动到了吧。结果还没进楚云鹤的营帐，就听见2个守卫在窃窃私语。俺们军营是不是混进了敌军细作，想要毒死帝师？就是啊，这3天帝师边吃边吐，都病倒了。等俺找到是哪个杀千刀的在帝师饭菜里下药，一定活活宰了他。敌军细作瑟瑟发抖地回了自己的营帐。可当天楚云鹤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，是来自祖父的家书。我认得出祖父的字迹。他在信上说自己安然无恙，重病的消息是他故意传出去的。祖父让我老老实实的在大昭营帐里待着，等风波都过去就来接我。我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最后小心收好，压在了枕下。本想着去找楚云鹤，老实向他道歉，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乱跑了。刚走到营帐门口，我就听见里面传来女子娇媚的呼唤：帝师！我愣住了。大昭皇帝不知从何处听来了谣言，向来不近女色的帝师收了我这个妖妃，夜夜娇宠。妖妃火辣辣，帝师哪里跑？纯情帝师俏妖妃，诸如此类的话本传遍了大街小巷。大昭皇帝放大招了，直接搜罗了数十个美人，据说每一个都和我有几分相似。一个守卫没忍住问：帝师不是病了吗？里面这动静不小啊。另一个守卫很懂：你懂什么？对上数十个那样的美人，残废也站起来了。我扯了一下嘴角，确实如此。我娘亲前些年骑马摔断了一条腿，卧床之际看见我爹穿了一身女子的衣裙，马上生龙活虎地从床上蹦了起来。可问题是，
楚云鹤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他连我都看不上，为什么会看上我的替身？他们难道比我美吗？我气得连饭都咽不下去了，早早起床换了4、5身衣裙，梳妆打扮到50，然后掀开了全是美人的那个营帐，在里面晃了一圈，那些个美人看我的眼神都直了。打算离开时，他们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，一口一个姐姐妹妹地唤我，脂粉香气几乎要将我淹没。还有人深情款款地牵着我的手，问我要不要搞百合。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迎面直接撞上了楚云鹤。几日不见，他清瘦了些许，唇色有几分苍白，偏过头低低咳嗽了一声。双回，这是楚云鹤第一次唤我的名字。要给你家人写一封家书吗？我眼前一亮，不得不承认，在营帐里这些日子，我多认识了不少字，字也漂亮了许多。楚云鹤的桌面上还放着那张我出逃时留给他的信，只有4个字：后会有期。结果刚逃出去5个时辰就被抓了回来。写完家书，我还得意地拿给楚云鹤看，是不是有几分你的风骨了？你是帝师，上一个学生还是大昭皇帝吧？如今我也是你的学生了。我看那个大昭皇帝对你还挺好的，你在营帐，他居然还送来了那么多美人。虽然楚云鹤后来都没召见过他们，留着当一群吉祥物。楚云鹤慢条斯理地将我的家书折好。倘若我说我刚到军营，陛下就斩杀了我在朝中的亲信，将我一手栽培的朝臣贬去偏远的岭南，就连送来的美人里也藏着2个死士，我稍有异动就能将我先斩后奏，你还觉得陛下对我好吗？我睁圆了眼睛，他都这般不信任你，你还替他卖命？楚云鹤的营帐里总是烛火亮一整夜，我起初并不理解他一个帝师为何要来这样偏远的战场，后来觉得楚云鹤能者多劳，全军上下才愿意听他调令，可我没想过太过优秀是会遭他人忌惮的。跃动的烛火下，楚云鹤的眼神格外温柔。双回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可曾去过战场？那里黄沙漫天，尸骸遍地。倘若能以我之力，尽快平息战乱，就能为百姓带来10年安生日子。即使会被陛下猜忌，即使你会丧命。楚云鹤克制地擦去了我侧脸上的墨渍，然后笑着点头。即使我会丧命。从那天起，楚云鹤没再让我去练字。换个说法，我算是出师了。出师那日，他问我想不想学骑马。我想起了娘亲那匹小马驹，娘亲喜欢一身劲装，策马游街，但是每次回来后都会挨我祖父一顿打。我连连摇头，不行，祖父说那不是姑娘家该做的事，不要听他说。楚云鹤递给我一套窄袖的劲装，要问你自己想不想。想啊，自然是想的，只要不读书练字，做什么都好。于是楚云鹤给我请了一位新的先生，正是那天带我逃出去的小将军。第一日学骑马，我全程抱着马腿，根本不敢上。马嫌弃地踢了我好几脚。和小将军躺在草地上，他突然闷闷地出声：喂，燕双回，你没觉得帝师对你有点不一样吗？哪里不一样？小将军掰着手指头数，他本应该杀了你，顺了民意，但最后还是没对你动手，费尽心思把外头的流言平息了，还好吃好喝的供着你。你私自出逃，只被关了几天禁闭，我生生挨了50鞭子，躺了半个月才好。营帐里没有蜂蜜了，见你爱喝蜂蜜水，他居然还特地找南蜀使者讨要了一罐蜂蜜。见你食欲不振，他还亲自去伙房给你做了红烧肉，托人四处打探你祖父的消息，帮你送家书。你说帝师对你是不是太好了？当然，我自信道，没有人不喜欢我。小将军差点昏过去，我马术烂得出奇，小将军好几次被我撞见偷偷去帝师营帐里告状，好在学了10余日，也能顺利在草地上跑了。学完马术，楚云鹤又问我要不要学拉弓射箭，又有一个倒霉鬼当了我的先生。这段时间，营帐里的将领们见到我都绕着走，生怕自己有一技之长被帝师抓去。我第一次在营帐外的小山林狩猎，成功猎到了一只兔子。兔子被我挂在腰上，得意地绕着营帐走了3圈，然后我才提着兔子耳朵向楚云鹤炫耀。听说战事吃紧，
楚云鹤已经几日没有合眼了。看见我来，他终于放下了手中的书卷，抽出一条帕子，擦去了我额头的细汗。我们双回越来越厉害了。楚云鹤抬手的那一瞬间，我好似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竹香，明明往日也闻到过，今日却觉得格外醉人，连带着胸膛里好似有什么要跳出来似的，被他的帕子触碰过的地方变得分外灼热。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倏然想起那天小将军的话：燕双回，你没觉得帝师对你有点不一样吗？直至今日，我才后知后觉，好像楚云鹤对我确实有些不一样。我对楚云鹤也是，我向来是个什么都藏不住的人，偏偏把这件事藏了很多天。那几天，我日日照着铜镜，发现自己在想起楚云鹤时，脸上会有些细微的变化，比如说眼睛会不自觉地朝别处看，双颊会泛起一层薄薄的红。完了，我好像有那么一点，就一点点喜欢楚云鹤。要不要去问问楚云鹤？我身无长物，只有一张脸能看，自勉强有了几分筋骨，还都是楚云鹤教的。骑马和射箭都只懂一点，拿出去根本不够看。偏偏楚云鹤不近女色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我半夜梦醒，顶着个鸡窝头跑去了楚云鹤的营帐。我问他：楚云鹤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这一句话犹如平地惊雷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先后悔问了。我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自然挑剔些。实不相瞒，当初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觉得你好看了。我娘亲也是见到我爹爹第一面，就决定将人娶回家的。你要是不愿意跟我回家，我也可以跟你回家。不过，我也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恶霸，喜欢这种事当然是两情相悦。双回，楚云鹤在我跟前站定，他似乎很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伸手托起了我的脸，让我看向他的眼睛。墨色的眼瞳里只映出我一人的模样来。素来清心寡欲、铁面无私、不近女色的帝师说：是。楚云鹤承认的那一瞬间，我心底像是炸开了花。上次那么高兴，还是在好多年前。那时祖父将我的第13个教书先生送走，告诉我今后都不用念书了。我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矜持一些，但显然我爹娘没有教我应当如何矜持。我直接双手环住了楚云鹤的腰，扑进了他怀中。被人抱个满怀时，我有些晕乎的想，原来被人抱进怀中是这种滋味，原来平时爹娘都吃得那么好。互通心意之后，应当谈论嫁娶之事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娶我？我娶你也行。转念，我又想起那些个来我家求娶的世家贵族，正妻之位，多数时候是用来交换利益的。他们一个两个都只愿意纳我为妾，还口口声声说贤妻美妾，人生极乐。想到这里，我原本上扬的嘴角落了下去，恶狠狠地用手指在楚云鹤背后画了一只王八。娘亲虽好色，但有了爹爹后，外头的美男再也不多看一眼。日后我若有夫君，也只会有夫君一人。我希望我将来的夫君也能如此待我。等战事结束，我去见过你祖父、爹爹和娘亲，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，我就来娶你。楚云鹤摸着我散乱的发髻，我有双回一人，足矣。可我等啊等，还没等到战乱平息，反而等来了一道圣旨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小将军一拍桌面，南属要我们割地求和，陛下居然答应了。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所有人齐齐看向了楚云鹤。楚云鹤没有迟疑，他当机立断：赵英，带一队人马，即日启程，随我回京。我心慌的厉害，楚云鹤却出奇的平静。他将我之前留给他的那封信藏进了怀中，上面是4个大字：后会有期。楚云鹤说：那时我带着这封信找到了你，过几日我也会带着这封信平安归来。几位将领错开了视线，人人心知肚明，大昭皇帝对楚云鹤早已心生猜忌，这一去凶多吉少。我用力点头：一定。楚云鹤还没见过我祖父，也没吃过我家小厨房的烤鸭呢。他也没见过我曾爬过的桃树，没亲眼看过我狩猎。楚云鹤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我在营帐里等了10日，第10日，赵英找到了我。
帝师吩咐让末将带你走。楚云鹤不在，就没人会纵容我了。我不肯走，就被打晕横放在了马背上。再次睁开眼，床边是熟睡的爹爹，娘亲端着一碗棕褐色的药走了进来。魂儿，你醒了！娘亲这一嗓门喊下去，整个院子的人都惊醒了。数月未见的祖父更是将我紧紧揽进了怀中，他颤抖着手来摸我的脸。魂儿，你瘦了，也黑了点。爹爹在一旁补充，你可曾收到祖父的信？就知道那些大招人两面三刀，居然伪造了你的家书送来。祖父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家书，难道我还认不出魂儿的字吗？居然一个错字都没有，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看了？一时间五味杂陈，不知道祖父是在夸我还是在贬我。在马背上颠簸久了，我有些头晕目眩，强撑着起来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：祖父，这就是我的字迹。祖父愣住了，好半晌，他颤颤巍巍地拿起那张纸，借着烛光看了又看，再度回头时，看我的目光热切，好似看见了祖坟冒青烟。这，我的魂儿啊！爹爹扑过来，抱住了我。你在大招营帐里究竟吃了多少苦？17年的一手烂字，3个月就练成这样了。我感觉自己身上好像又中了一刀。等家人情绪稳定了一些，我实话实说，都是楚云鹤教的，省去了其中800字痛苦的经历，我挑着楚云鹤的好说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出挑的人呢，和爹爹不相上下，不，比爹爹还要好看。他教我读书练字，还做得一手好菜。魂儿答应他了，等战事平息，他就来。魂儿，我话还没说完，祖父打断了我。我已经为你看好了人家，曲州许家不错，长子样貌端正，德才兼备，性子温和。至于楚云鹤，大昭皇帝震怒，直接撤了他的帝师之位，将他贬去战场了。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在刀光剑影中活下去？魂儿，听话些，许家长子就是最适合你的人。倘若是从前的我，此刻就算再不满，也会老老实实应下，如同祖父期许的那样，嫁给许家长子。因为我知道祖父是不会害我的，他想必挑了许久，才挑了一个最合适我的如意郎君来。但是我心里有一团火，越烧越旺，越烧越旺。我和许家长子的婚期定在半月后，家里逐渐忙了起来。娘亲偷偷将她的那匹小马驹藏进了我的院子。小马驹如今已经不能叫小马驹了，它高大威猛了许多，就拴在我的桃树下。爹爹新做了绿豆糕，特地送来给我尝尝。见我摸着鬃毛，他诧异地唤了我一句：魂儿。我回过神来，一个念头莫名在心底扎根发芽。于是我找了身娘亲的劲装，骑上了娘亲的马，带上了楚云鹤给我做的长弓，还有爹爹做的绿豆糕。踏出门去的那一刻，祖父被2个家丁搀扶着，不敢置信地仰起头来看我。祖父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说完，我一拉缰绳，驾，朝着远处的战场奔去。光是路上就走了3日，一路上我听说了不少前线传回来的消息，有的真，有的假。有的说楚云鹤此战大捷，有的说楚云鹤已经被困在山中数日了。我握紧长弓，对准了一个又一个敌人，终于在第7日看见了楚云鹤。他换下了一袭青衫，身披银色盔甲，在一众将士中仍是最显眼的那个。楚将军，那是……楚云鹤如有所感，他回头朝我看来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楚云鹤身形一晃，大步朝我走来。我跳下马，正好被他抱了个满怀。楚云鹤的声音微微颤着：双回。我用力回抱了他，纵有千种情绪涌上心头。是我。我重复了一遍：楚云鹤，是我。此战大捷，换来大昭百姓数十年安稳。只可惜先帝师楚云鹤死在战场，尸骨无存。大昭皇帝以帝师之礼将其下葬，棺椁内只有一捧沙场上的黄土。我带着楚云鹤回了家。他如今无门无姓，是旁人眼中的死人了，自然不能娶我。我勉为其难地让他入赘了。祖父嫌我爹爹娘亲太吵，又嫌弃楚云鹤总是纵容我。
婚后第2年，就将我们双双赶了出去。马车上，我掀开一角帘子，看外面的景色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手上还拿着当地的特色吃食。楚云鹤挠了一下我的掌心，夫人还想去哪？那就去曲州看看吧，听说那里的糯米团子很好吃。不许去看许家长子，人家早就成婚，孩子都2个了。你吃的什么飞醋？停！我认输了，夫君，不要挠我痒痒了。我就去吃糯米团子，等吃完团子，我们就去遂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